实在抱歉，行程已定，恕难从命。曾三姨，每次脱神大典，你不是有这事儿，就是有那事儿。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。来人，在，把驼神酒抱回去。是。不，神灵司，神灵司。哎呀，留下来喝2杯再走吧。我说曾老啊，你何必如此呢？我乃大唐官员，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。哎呀，你呀，就是老糊涂了。哼！哎，苏司马，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！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。长史放心，我记着呢。此案的关键在于李刺史的下落，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。在哪儿？驼神岛。驼神岛？明日的观神大典，李刺史自会出现的。真的？你可有把握？苏明从不戏言。跑了，敢跟我抢酒喝，还叫他跑了！你们这些废物，都自己跳进万陀之泽吧！驼神饶命！驼神息怒，明日观神大典，岛上正是用人之际。再说那个跑了的，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，所以才找不到。右护法说的是，大典前抓到他，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。多谢驼神。还有，明日苏无名也会上岛，他必须死，不然驼神社危矣。明白了，请驼神放心。别忘了，还有关在宁湖峪的陆勇。是。老实点！你们竟敢冒充官府到牢狱提人！在宁湖，驼神社就是官府，谈何冒充？今奉驼神之命，抓你上岛。明日大会，以祀驼神。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条路了，趁夜行船，潜入驼神岛，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。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？了然兄。德飞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得去做。为什么我干的活比他们多？因为这件事儿非你不可。哎呀，1年1度的观神大典
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！司马第一次参加，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呀！部长室说的没错，这是苏某的幸运啊！有人上课神酒。灵司，他葫芦里装的是脱神酒。此人自称是司马府的门客，是苏司马的人。啊，这还真是我的人。那日卢凌风说所盗神酒已喝光，怎么还有？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。这个人好酒，爱酒如命，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。那苏司马，你说该如何处置？苏明，救我！快救我！沈领司看着办。哎，苏明，你个没良心的！那就照规矩来。是。哎，走！你们要把我怎么样？等到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，堕入万陀之责。哎，不要不要！我身上没多少肉，要扔也是和苏无名捆在一起扔啊！哎呀，你说这叫什么门客？我平时白好酒好肉的待他了。哼！这上哪儿去找那血蚕树？苏明，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？这不会是血蚕树吧？外面吼得厉害，你不赶紧画，这是在干嘛？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，如此便可遇水不掉，出汗不阴。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，早就没了。这丫头真聪明。
在驼神的庇护下，南境风调雨顺，民众安泰。然，终有妄祖之人、弃义之辈，亵渎神灵，对抗神社，今死于万驼之责，以护大法。更有插伤陆勇，私建商会，与神社为敌，现已被捉拿。另有魏机师一名，擅饮神酒，此二人罪责巨大，故得神启，活赐予万驼之责。驼神社穷凶之子，皆因历任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，成为你们的走狗。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，为恨不能，亲任邪神。大胆陆勇，死到临头还淫淫狂吠。苏无名，你到底救不救我？大唐天下自有国法，驼神社有什么权利擅决生子？宋江波，宋江波，你大胆！我是司功参军，宁湖的礼乐、祭祀、丧葬皆归我管。驼神，大湖之中，驼影重重。我就想问，神在哪里？神在你心中，心中无神，上道易，离道难。少吓唬人！什么神，也不可以擅决生死。天命在吾，将于宁湖护佑周民，今何官员咆哮于此？驼神怎么开口了？驼神显灵了！驼神显灵了！这回你信了吧？我是朝廷命官，驼神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该如何惩处此人无神明示？何弃万驼之责。是。驼神，你无权如此！你无权如此！混账！驼神！顾文斌何在？小官在此。你做长史多年，今代刺史，若敬畏天命，我可保宁湖无恙，市民欢喜。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，杨奉因为难逃偏远，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。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，不敢再造次。你身后是何人啊？并无神，是苏无名。苏无名，你可知罪？罪有何来？难道就因为喝了点驼神酒吗？你是何人？宁湖司马属下私人参军，卢凌风是也。卢凌风，掉下悬崖还没摔死，拿下！是。谁嘛？哎呀，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，还真吓了我一跳。我想，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湖市民，都会相信，在这世上，这宁湖，这驼神岛，真有一尊活神，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、敬你，而你高高在上，日久年长，也真以为自己就是神了。快住嘴！怎么敢如此说驼神？苏无名，你疯了！我是狂妄之徒，该死！你闭嘴！谁反对你，你就要置谁于死地。不仅仅是商民，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，有多少死于驼口？
李刺史洞察了你们的恶计，写就了一部《驼神社实录》，笔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。不过，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。什么？曾老是驼神社的人？不能吧？苏无名，你一派胡言，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？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，又通过顾长史上交得到了一部，还在这儿装作不知。苏无名，你别乱说。哼哼，就算你们都不承认，我这儿还有一部，这是李刺史亲手交给我的。李煜何在？就在这大殿之内。在哪儿？刺史在哪儿？李刺史已死，但驼神社实录是他心血所在。此实录在，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，也在这大殿之上。胡编乱造，该当何罪？曾三一，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？你说驼神是曾老？那怎么可能啊？苏司马，不能信口开河呀！真是疯了！驼神一怒，全城倾覆，赶快磕头赔罪吧！我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，但耳朵格外的好使。刚才你一开口，虽然刻意掩饰，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，那就是你曾三一的声音。开始，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，即便是我和罗凌风在湖边别墅遇袭，乃至你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，我都觉得是巧合。我甚至一度觉得顾长史的嫌疑更大。我？哼！李刺史自尽之前，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实录被窃了，而在此之前，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。李刺史秘密撰写实录，又有谁会知道呢？我翻看驼神社实录，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，除了草菅人命，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，而这些，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。哎，等，苏司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李刺史写实录，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目，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公廨查底，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。你这都是推论。确实，到这里我仍是怀疑，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，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。曾三一致试宴上沈冲的那番话，顾长史可还记得？曾三一，每次驼神社大典，你不是有这事儿，就是有那事儿。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。曾三一是州里的元老，可每年的官神大典他从来不去，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，而实际上，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？这些年来，那么多官员丧命，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、平安治世，岂不是多多怪事？确实有道理。曾三一在寒山起家，故内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，岂不是佐证？是呀，
是啊。致试宴之后，我还派费技师去送了礼。费技师一进张三一的屋子，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。啊，没错，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。还送什么东西呀？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。他是对您崇敬，因为在宁湖，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，能有几个呀？张三一，你爱喝酒，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，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。试问在宁湖，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？还是不可能。曾三一身材矮小，又是罗锅，驼神数丈真身，雄壮威武。我每次拜他，不可能是曾三一。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。罗凌风，你找到了吗？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，又称血蚕树的叶子。此树树枝可以造出轻纱，其纱不但半透明，而且在高温下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。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坛的原因。本州地处大湖，遍地驼类。我便叫卢凌风提前上岛来查询，果然发现了他。你让他倒酒，就是为了上岛？哼，小计而已。曾三一，你每年举办显灵大会、观神大典，就是想让宁湖的官民看到你数丈高的身形，以让他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。好牢牢地控制他们。我想，除了你的左右护法之外，这世上估计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了。你的左右护法应该是你在寒山时收容的杀人越货之徒，所以他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。今日就让宁湖官民好好看看你驼神的真面目。卢凌风何在？是你，曾三一！我跪了这么多年，跪的竟然是你！来，坐这儿啊！采用这个，头就不痒了。苏司马说的，不信。都裹上。小姐，整个宁湖的天竺香都被我们放在船上了，太沉了，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。我不管，宁湖所有人的安危就在我们手中，一定要赶快送到。是。
三一起于微末，苦读诗书，每事皆为榜首。但每次却都名落孙山，就因为我没有门第，我的相貌丑陋，又有罗锅。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。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，只能困守宁湖，做一个小小的私藏参军。我不服。30年前，我以驼神的名义现身，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，尤其是那些因门荫入仕的官员们，都拜倒在我的面前。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，习惯了接受膜拜，别人喝一口驼神酒，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，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。少废话！驼神社弟子何在？在。把他们都杀了！我30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。有想做官的，杀掉他们，他们的官位就给你做。只要做得够周密，顶替不难。驼神英明，驼神弟子保护驼神，当官发财。杀！你要去哪儿？你虽然不是驼神社的人，但向来明哲保身，立志尸位素餐。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，不是我忘了你的身份了。宁湖官民，顾文斌在此，与大家共灭邪社！帮你解开，多谢祖子马。我，给我解呀！你怎么不先给我解呀？杨思去哪儿啊？文乐，你不要低估了宁湖的司法参军。怎么样，抓到曾三一了吗？都搜了，没有曾三一的影子。啊？
他能跑哪儿去？既入我万国之责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区人也想和我的巨驼斗。 哎，那个糟老头子在那儿！樱桃，我去擒他！ 我啦！陆凌风，接枪！樱桃，苏明，你救过我，这条命我还你了。老费，救人！我爹少时寒窗苦读，科考，却次次名落孙山。15年前，我爹又一次落榜后，从长安回到了家乡，却发现我母亲被恶少李煜所奸杀。李家买通官府，竟将我家报官告状的仆人处死下了狱。
用铁水灌进喉咙，致其失声。所以他哑，但能听得见。当时我只有4岁，我爹本一介书生，更为了我的安全，故不敢复仇，带着我远走他乡。后来，他把我交给了师傅，自己迁回乡里复仇。没有成功。回乡才知，仇人李煜已举家搬往洛阳。沦为乞丐的楚辞，劝我爹继续苦读，定会有报仇的一天。可阴差阳错，我爹屡试不中，却得知那杀人凶犯李煜花钱买了邪风观。我爹怒火中烧，暗自跟随李煜南下，找机会将其毒死，并修改了上任的告申，带着楚辞来到了宁湖。司马在想什么？驼本无罪，重要的是人心。那刚才贤弟叫我把地下大泽中的大驼、小驼都给放生了，良苦用心在此吧。大湖之畔，驼之家园。人与万物生灵应自然相处，才是天道。来，咱们一起敬苏司马一杯。没有他，我等如何能喝上这驼参酒啊？是，敬苏司马。这驼参酒虽好，但诸位切莫贪杯。驼参社虽已除，可一下子州里的事务也就多了起来。苏司马，奉司马之命，将协社的文书带来了。谁是协社成员，谁替协社做过事，里面记载得很清楚。我想，诸位都身居宁湖，熟悉这里的情况。如今百废待兴，宁湖的百姓需要诸位仁兄。首恶既已除，这些东西就都付之一炬吧。敬苏司马。这酒可以喝，可是这酒的名字是不是改一下？这酒原来就叫南天茗，改回来如何呀？好，改回来，干！都有啊！别提啊，2坛是吧？2坛别着急啊！下一个，来，下一个，这边排队啊，这边排队都有，来，拿好。先生，你喝酒了？喝了，喝不少。你看，
碑文这么写，是令尊的意思？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最后却只能用仇人的名字为百姓做点事儿。这是洛州高刺史派人从东都10万火急送来的信使，说朝廷命司马急速赴洛阳。信使何在？已经回返。哦，哎，本想与苏兄一起治理宁湖，没想到司马这么快就要北归了。我想必是晋升要职啊。若真如此，怎么会是洛州刺史给我写信，切托朝廷之命？这很奇怪啊。那司马是否成行？事出非常，苏某当速往东都。忽有风波起，惊觉寒夜里。浮迷去，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。万骑不休，跋涉夜行，心有火光燃东河，去风鸣。是正义，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。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，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。要真相，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，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。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念，怨为心。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。山伏荆棘，高为远，求安心。为正义，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。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，苍生安逸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。要真相重拾这正义，纵有千帆险境，亦不枉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？冉冉正气，是心有